这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上班，他连编个瞎话请假他都不会请，给他老板吓完了。俺们公司前2天去普吉岛度假了，大胖媳妇本来也要去，但是出现了一个问题。我们当时是临时突然决定说下周就去普吉岛待1周。大胖媳妇如果去呢，就会耽误2天课。他要是想调课，理论上他应该很长时间以前就给到学校通知，现在是来不及的。但是我的同事们呢，就也挺喜欢这姐夫，觉得他挺有意思，就怂恿他编个借口请个急假。大胖媳妇问我说：“那你当老板以什么借口跟你请急假，你是无法拒绝的呢？”我说目前有3种理由我无法拒绝：1. 临时拉稀了；2. 家里什么玩意儿堵了要漏水，得等人过来修；3. 给妈上坟。他说1和2那肯定是不行。我是一个网红，我去泰国玩，那肯定能碰着认识我的中国游客。那到时候拍着我搁那沙滩上玩，我领导和我学生看见了，咋解释啊？我说领导说起来你可能不信，我那天拉稀了，然后给厕所整堵了，我就等人过来修，完水流太大了，顺下水道就给我冲走了，我就昏迷了。完我再一醒来，哎呀，给我冲普吉岛来了，这可信吗？我的学生们怎么想我呢？然后他就问我，那这个第3个上坟是咋回事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他呢不知道啥叫上坟，我呢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上坟，因为以前我让他陪我去给我姥爷上过坟，所以他问我请假上坟为什么不能拒绝？我说的是人我那个同事1年到头就只能这么见他妈1面，那孩子想妈思念，想给妈上个坟，那哪个领导能拒绝呀？我万没想到，就1句话没交代明白，他把上坟理解成了探亲。大胖媳妇想来想去，觉得一个谎言需要后边无数个谎言来补救，他不要这样子，他坚信只要他跟他的领导坦诚相见，并拿出以后怎么把这课补回来的解决方案，天下就没有请不下来的假。第2天他就出发了，这位来自加拿大的打工英雄昂首阔步走向了校园，路上给他领导还发个微信说他有点事儿要说。然后中午在学校食堂，他就提前偶遇到了他的领导，领导看见他说：“哎，这个穆汉兰老师，我正有事找你呢。我们上学期这个学生评分出来了，你的评分还是很不错的。学校呢很重视教学质量，你呢短期之内如果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学校愿意和你签署一个为期3年的合同。”他听完那1秒就不是他了，别说普吉岛了，他要去普陀寺给他领导烧他一炷高香。领导说完还问他：“对你还有别的事儿啊？”大胖媳妇说：“我也想找你就说这个事儿，我就没有离开北京的计划，而且我来中国之后哈，我哪儿也不想去。我现在出国，我哪儿的饭我都吃不惯。我这人工作呢，我也不请假，而且我都不涉及上坟这个习俗，我妈自己来，1年来2回。”为了自己的事业，大胖媳妇放弃了浪漫之旅，在家带孩子做饭。还好我们家常备着黄天鹅可生食鸡蛋，它不含沙门氏菌，孩子食用更安全，方便又好吃，白水一煮，蛋香四溢。早餐来1颗，助力孩子们的黄金生长期。回家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假请下来没有？他说我仔细想了一下，我要一去呢，保不住又发生一些什么笑话，你同事还得录我，那样就谁都玩不好，我就不去了。我说你真不去啊？那我去泰国1周，我挺想你的呢。他说没事，你们到地方第一时间给我视频上坟。那我到泰国还得挺想你呢。没事，你到了泰国给我上坟，视频上坟。你到泰国看的菜好吃，你可以给我上坟。我带2个孩子也给你上坟，给你们都上坟，给你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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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坟。你不用说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啥社团？啥社团？哎，我跟你们说个真实的事儿啊，就我老公，我大胖媳妇儿，曾经因为性骚扰差点被学校开除了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，就这家丑都让我外扬了，是因为今天我要说一个很严肃的事儿。那年他是初1，就大概12、13岁吧。咋回事呢？就是他们的就是加拿大日，属于他那国庆日吧。学校有个鼓乐队表演，大型的文艺表演。他呢作为鼓乐对手被安排在了第1排吹黑管。哎呀，给他乐的特别自豪，天天就在家练呢，在家吹，给他奶奶都吹走了嘛。好不容易马上要演出了，老师觉得这几个前排的小男孩太调皮好动，给他们换到后边去了。换前边来的是几个漂亮的穿着小短裙的女生。然后这其中有一个女生呢，好像以前就跟他有过什么过节，这时候就来气我大胖媳妇来了。你看我站前边，气死你，干气好。这个12岁的我大胖媳妇就不高兴了，心寻你说你练的哪儿比我好？你凭啥站我前边，我上后边去？你多个啥？你不就穿个裙子露个腿吗？完，咱也不知道他这脑回路是怎么运作的，寻思他就站在这几个女生面前，把校服裤脱了，一边脱一边说：“不就露腿吗？我也能，全露出来。”然后人那女生就告老师了。哎呀妈，这事儿闹得老大了，我公公婆婆全被叫到学校去，全家给人家那女生道歉，还得写道歉书。然后她被停学，在家反省。不光是孩子需要反省，家长也得需要反省，你在教育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让她当众脱裤子。然后她被学校仪仗队给开除了，全学校所有的孩子都能表演，就她不能，并且被学校警告，她再有一次类似的事儿发生，就直接被学校开除。反正整个过程学校就非常严厉，反复警告她，你现在之所以不用承担法律后果，仅仅是因为你未成年。要不然就是恶劣的性骚扰行为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我老公当时很不服啊，就我又没脱他裤子，我又没碰他，你凭啥说我骚扰啊？老师就给他解释，就人家不想看你脱裤子，你说别的都没有用，就哪怕你的裤衩是3D 的，可以刷短视频，人家不想看你就是骚扰。这一个教训啊，管一辈子，真丢人呢，传出去。一朝被蛇咬，终身不骚扰。就后来我俩都结婚多少年了，有一次来铁岭，我奶说大脖子疼，让他给摁脖子，我老公都恨不得让我奶签一个就自愿协议，摁个手印，省得将来告他。就当天下的嘛。
所以你发现没？就这个世界它没有天然的文明，只有对惩罚的敬畏。它也没有天然的野蛮，只有对不惩罚的侥幸。就人类文明史的每一次推动，都不是因为呼唤良知成功了，而是惩罚罪恶到位了。反过来说啊，我跟你说，就我老公的家人在加拿大，所有的人，他家所有的人都被车撞过，都经历过车祸，原因都一样，就是对方司机酒驾。为啥呢？因为加拿大酒驾管得松，几乎没人查，没人查就有侥幸心理，所以你看他们不咋敢骚扰，但是敢酒驾，都觉得应该喝了上路也没事儿，结果是出现了很多事故。但这种事在咱这儿不可能，因为这一年酒驾查太严了，你吃完2斤荔枝你都不敢上路，没事到边就站一排，让你车停到边呼气。呼出事儿了真进去啊！我开车的时候碰到查酒驾的，我害怕的就我车里有别人喝酒了，我都想给他捂死，我都想让他停止呼吸，停止呼吸。一个恶性的事件发生，刚开始大家就是单纯的愤怒，我也是，但我感觉我自己就录我自己怎么愤怒，它没有啥意义。随着这个事儿慢慢过去，大家情绪也会逐渐的平复，但是平复了之后，就这个悲惨的事儿能不能引发一点改变？其实我身边大多数的女生都经历过性骚扰。你想解决这个事儿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让那些想骚扰的人是真害怕。就很多博主在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就发视频说啊，所以女生一定要学这个防身术，学拳击，把自己练强壮。有毛病吧？就给我气的，就我现在如果给我自己练的就贼梗，腹肌梆硬。我老公要真想打我，一屁股给我坐死。我腹肌练的再硬，也只是在被坐死的那一瞬间就硌他一下子，硌他一下子。8块腹肌不及一条法律，事儿不是怕出来的，人是吓出来的。你看我有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我希望拿铁长大的过程中接受的教育不是说你不要摸别的女孩子哦，这样不是好男孩，而是你别摸人家，要不你进监狱。只有这样，我儿子将来才肯定不会去摸，也只有这样，我女儿将来才不会被摸，对不？你们能感受到我的走心不？大胖媳妇去调解外国人和中国人的婚姻矛盾去了，那婚姻矛盾让他调的，立马就离了。前2天我跟大胖媳妇一起出席了一个在澳大学校这边的家长活动。这次我俩去吧，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出席的这群家长里边吧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呢全职带孩子，然后她家孩子呢报了一个舞蹈班，教的特别好，但这舞蹈班离哪都非常远。我跟大胖媳妇都没有时间接送，但在澳大非常想去。然后我就听说呢，你如果哪个家长跟这位美国妈妈关系比较好，他就可以顺手接送一下你家孩子，在澳大这个课不就上乘了吗？我就跟大胖媳妇说，老外的事儿你搞定，你去跟他唠唠嗑。聊聊天，你看他今天这个状态看起来非常低落，你问问他咋的了。大胖媳妇就去了，我就离大概3米搁这听着。他问人家，嗨，最近怎么样？那个凯特说，不是很好，我和我丈夫准备离婚了，我可能要带着孩子回美国了。大胖媳妇过来跟我说，完了，不可能接送了，要回美国。我说先别气馁，也有可能人凯特就正在气头上，你先问问咋回事，如果不严重能劝的你就劝一劝。大胖媳妇又过去了，问凯特，因为啥呀？凯特说，你也知道我老公是个中国人，我们在生活中就是文化差异太大了。比如说我老公每一天都只想吃火锅，别的他都不爱吃。你能理解一个人每天都想吃火锅吗？大胖媳妇说，能啊。凯特说，是每一天啊，今天重庆红油锅，明天酸菜白肉锅，后天贵州酸汤锅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说话你就好好说话，你别缠我。凯特说，我哪个锅都吃不惯，我也不喜欢吃那个蘸料，在这段婚姻里从来就没有人在乎，我根本不喜欢麻酱。大胖媳妇说，那油碟呢？油碟呢？第2天孩子放学，大胖媳妇去校车点接孩子的时候又去找人家去了。见着人凯特第一句话，如果麻酱和油碟你都不喜欢，还有干碟，这玩意儿才好吃呢。我现在随时都带着，随时都带着。大胖媳妇跟凯特聊了能有1个小时，回来了。我说咋样的唠的？她能重新给她老公一次机会不？大胖媳妇说，哎呀妈呀，我忘了她要离婚的事儿了。她能不能再给她老公一次机会我不知道，但是她答应我一定会再给火锅一次机会。听完我就批评大胖媳妇儿，我说人家纠结的不是火锅，是伴侣是否关心他。举个例子，换季皮肤容易敏感，你就送优色林舒安霜，我敏肌的姐妹人手一支，质地清爽，涂上以后舒服多了。短期速修敏感，长期维稳屏障。晚上我叫凯特来我家吃饭，我寻思我也安慰她一下。大胖媳妇趁我俩聊天的10分钟，居然做出了一个外国人火锅入门教程 PPT， 还挺正经。上来先讲一下起源，在网页上直接复制的，起源在西汉。结果自己不知道西汉啥意思，还得问张大铁。喂，对火锅，西汉什么意思？西汉就是喜欢，你先我是汉铁。第2步是判断题，纠正了外国人经常误以为火锅的那些食品。冒菜 ，Is it hot pot？ 耳仔，關東煮 ，Is it hot pot？ 耳仔。No, they are not hot pot. 第3步是练一练，连线题，连什么火锅配什么蘸料最好吃啊？北京糖羊麻酱，spicy 牛肉油碟。大胖媳妇指出，这个环节的薄弱是凯特不喜欢火锅的根本原因。凯特看完 PPT， 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：“你老公是不是有病？”我说：“你先别管他，他做这 PPT 就是想表达一切差异都是可以适度调和的。你说实话，现在的你还想离吗？”凯特说：“我说实话，看完这 PPT， 我觉得我也许不该离，你应该离。”你准备了吗？